大家好，我是大蒜。从俄乌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多了，尽管俄罗斯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制裁，战况却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俄罗斯跟乌克兰边境依然处于枪林弹雨的激烈处境，但这个频道不是国际时事频道，所以我们对俄乌战争不会多做讨论。俄罗斯跟乌克兰同属东欧国家，两国除了语言不同之外，在文字书写上，两门语言间使用西里尔字母。而除此之外，这部影片还会再加入在白俄罗斯通行的白俄罗斯语与俄语跟乌克兰语进行比较。今天的片主题是俄语、乌克兰语及白俄罗斯语之间的差异为何。这边先说结论：乌克兰语母语者跟白俄罗斯语母语者听得懂俄语，但是俄语母语者却听不懂乌克兰语跟白俄罗斯语。除了苏联时期的乌克兰跟白俄罗斯长期接受俄语的传播媒体，以及俄语本就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势语言之外，在语言演化上，俄语跟乌克兰语以及白俄罗斯语的历史发展在一开始就不属于同一条道路，这同时也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重点。但我会想要将这3门语言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是因为这3个国家皆起源自东斯拉夫民族，这3门语言也皆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因此这3门语言之间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也具备了放在一起比较的价值。这边顺便来解释一下欧洲3大语族之一的斯拉夫语族。大家如果有看过过往的影片的话，应该就会知道，目前欧洲有3大语族，分别为日耳曼语族、拉丁语族，以及在这部影片将会讲到的斯拉夫语族。斯拉夫语言主要分布于东欧以及巴尔干国家，其底下则各分为东西与南斯拉夫语支。这部影片的3门语言都同样属于东斯拉夫语支。目前使用人数最多的斯拉夫语言就是俄语。俄语除了主要通行于俄罗斯之外，许多前苏联加盟国也将俄语列为该国官方语言，例如位于中亚的哈萨克与吉尔吉斯等。顺带一提，这些从苏联解体过后而独立的新兴国家，最后组成了一个名为独立国家国协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正如前言所述，独立国协的成员国基本上为曾经是前苏联加盟国的国家，主要负责成员国内的各项交流，涵盖范围广大，从经济贸易到打击犯罪都有。但独立国协也并非所有前苏联加盟国都加入，例如同样是前苏联加盟国的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在一开始就没有加入。乔治亚是因为与俄罗斯爆发乔俄战争而于2008年退出，乌克兰则是在2014年与俄罗斯爆发克里米亚危机后而退出。目前在独立国协的国家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亚美尼亚、亚塞拜然。我们说回来俄语，俄语目前的使用人口大约有2.5亿多人，也正是因为俄语在全球的强大影响力，俄语同时也是联合国6大工作语言之一。我们刚刚讲到的独立国协的工作语言也是俄语。再来看到乌克兰语，乌克兰语的使用人数大约落在4000多万人，主要通行于乌克兰，同时也是次多的斯拉夫语族语言。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在2022年以前，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克兰人日常使用乌克兰语的比例约为64%，但到了战争爆发2年后的2024年，这个数字攀升到了70%以上，显示对于许多乌克兰人来说，战争使得乌克兰人产生更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再来我们看到白俄罗斯语，这边有一个关于白俄罗斯语的冷知识。照来说，白俄罗斯语在白俄罗斯的通行率应该很高，但是白俄罗斯人日常的使用语言却是以俄语为主，反而白俄罗斯语的日常使用率却比较低。因此白俄罗斯有2种官方语言，一种是俄语，另一种是白俄罗斯语。虽然在地理与政治上，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实际上白俄罗斯语跟乌克兰语比较相近。这是因为白俄罗斯语跟乌克兰语同样受到另外一门斯拉夫语言的影响，那就是波兰语。因为白俄罗斯跟乌克兰在历史上皆曾受到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因此这2门语言也就同样吸收许多波兰语的词汇。而当时的莫斯科公国由于相对孤立，因此俄语也保留许多古教会斯拉夫语的元素，这也大家要留意。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3门语言的差异，并学习如何区分。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西里尔字母这个书写系统。西里尔字母主要用来书写东欧与中亚语言，为继拉丁字母与阿拉伯字母之外，世界母语人口第3多的拼音文字。除了这部影片的俄文、乌克兰文与白俄罗斯文之外，还有会在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文、马其顿文也是主要书写文字。至于塞尔维亚文与蒙特内哥罗文，则是拉丁字母与西里尔字母并用。中亚部分则是哈萨克文与吉尔吉斯文等语言，但中亚国家近年来却因为去苏联化而逐渐改为以拉丁字母拼写。虽然这3门语言皆同样使用西里尔字母，
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字母来辨别。首先，在俄文当中会出现译音符号，而在乌克兰文与白俄罗斯文当中，则是用撇号取代传统的译音符号。乌克兰文当中较常出现 ge、ye、i、yi 这4个字母，在这4个字母当中，i 是乌克兰文跟白俄罗斯文皆会出现的。至于白俄罗斯文，则会出现 u 这个独特的字母。所以我们来学一下如何从听觉上辨别这3门语言。俄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起伏感强烈，有些音节会被压缩，而且有些俄语的音会被弱化，例如俄语的谢谢会变成 spasiba， 后面的 o 被弱化变成类似 r 的发音。Минувшая ночь стала для Украины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тяжелых в этом году. Страна подверглась масштабному воздушному удару. Войска России применили 700 дронов и десятки ракет. Погибли как минимум 18 человек. Более 100 получили ранения. Основной удар пришелся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Атака произошла на фоне визи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Владимира Зеленского. 乌克兰语听起来富有节奏感，被誉为斯拉夫语的意大利语。因为乌克兰语的母语听起来都非常饱满圆润，不会像俄语跟白俄罗斯语一样有莫名其妙的弱化发音。Іран заявив, що відкрив Ормузьку протоку на час перемир'я Ізраїлю з Ліваном. Як коментують у Штатах і як реагують ринки? Петер Мадер 9 травня офіційно стане новим прем'єром Угорщини. Що зробить насамперед? Ну а Росія на усіх на очах масово обстрілює українські міста. Останні новини з Дніпра, Одеси та Києва у найближчу годину. У загальнонаціональному марафоні працює канал 1+1 і ТСН. 白俄罗斯语在听觉上综合了以上2门语言的特征，但白俄罗斯语的软化音比俄语更加彻底，甚至在书写上还会直接将软化过后的发音写出来。例如白俄罗斯语的 de 以及 te 在软化之后会写成 z 以及 c。这点跟西斯拉夫语指的波兰语跟捷克语特别类似，这是因为前面讲到白俄罗斯语深受波利联邦影响的关系，所以波兰语也影响了白俄罗斯语。Абвяшчэнне рэжымам Лукашэнкі еўрапейскага гуманітарнага універсітэту экстрэмісцкай арганізацыі можа перакрэсліць нават спадзеваны двухбаковы дыялог паміж Менскам і Вільняй. МЗС Літвы выступіў з заявай адносна сітуацыі з навучальнай установай. Гэта беспрэцэдэнтны выпадак, калі вышэйшая навучальная установа, якая легальна дзеяць у нашай краіне, абвяшчаецца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不知道大家觉得这3门语言好学吗？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必须觉得